对不对？当然，台湾有一些诡异的事情。郑丽文一开始不就是希望说我要有政协会吗？变成他一个担任国民党党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现在终于如愿了，真的可以去政协会了。哎，他就突然变得异常低调，非常非常低调。低调以后，然后跟他讲说，我现在客随主便。人家说你会不会跟习近平见面啊？我客随主便，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他居然下令所有的立法委员还有中常委，你不可以跟。更妙的是，以前只要是所谓的两边国共和谈呐，或者是你今天的党主席见面，那是大事。大事当然要这个所谓的要有旁边要有这个阵仗，阵仗记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阵仗，没有记者不行。你们跟国台办办，跟国台办的意思，我今天搞清楚了，台湾要去很难，大概就是那边的人，台湾要跟过去就很难了。驻地的，这个太怪了。你今天郑丽文今天这么小心谨慎，现在之前还张牙舞爪，现在那个张牙根爪都被拿掉了。他在小心什么，在谨慎什么？对，郑丽文谁可以控制他？没有人可以控制他。对呀，所以唯一只有习近平可以控制他。习近平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就会跟着做什么事情。我叫你往东不敢往西，往西不敢往东。否则这一趟这个到中国大陆的行程就泡汤了，就破局了。所以今天他要争取那个政协会能够成型的话，今天习近平交代什么事情，他就要照做。所以你知道这个阵仗，照道理讲。国共的领导人见面要大阵仗才对、啊，当然啦、要当做喜事来办啊，不能当丧事来办啊。当然要有威仪呀、是啊，要让双方来讲有一个对等的概念，对不对？啊、但是不是？现在就是告诉你说，你来就可以了。你来是因为我要交代事情，我要交代什么事情？我要告诉台湾，我要告诉你国民党，我要做什么事情。哎，你看到搞得好像郑姥姥上北京要非常的小心低调。你看到郑丽文开始这几天开始在配合做一些事情，配合什么事情？9·2共识要入党章。反对台独要入党章，你知道以前国民党把的党章对要把9·2共识跟反台独列进去，而且9·2共识也好，反对台独也好，你要入党章一定要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全代会，他们要通过这些东西，而且全代会时间也不在这个时间点。那你知道他已经开始在应允这件事情，答应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对岸叫他一定要讲出来。那这时候让我感到胆战心惊。为什么胆战心惊？2015年的朱习会，当时朱习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发布了习5点，在新华网里面，习5点的第1点里面就说要针对所谓的9·2共识跟反对台独这个事情，跟国民党要做所谓的制度化的框架。制度化，什么叫制度化框架？列入党章。没错。因为他现在国民党，现在共产党，习近平根本就不管你国民党年底选举到底选怎么样，他不关他的事情。对，重点是国民党以后历代的党主席都要给我遵守这个9·2共识跟反对台独。对，我们其实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做统战的时候，他非常重视那个框架。框架，他你想看，郑丽文这2天讲说两岸他们认为一个中国，那是一个全世界的共识，他完全胡说八道。因为全世界的一个中国共识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共识，跟我们讲的美国的一个中国共识是不一样的。我再强调一遍，中国跟所有人签约都有3点：第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代表；第3个，台湾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有3点论，所以在你的建交公报里面，在你的上海公报里面，在你的巴西公报里面，我不管做任何公报里面，我都要把这个框架弄进来，这是框架。可是美国当然用一个认知跟承认把你给换掉，美国有他的方法。可是你知道吗？现在郑丽文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把中国的论述、中国的框架，因为那个就像什么《西游记》的紧箍咒，对，那个紧箍咒只要套到台湾的头上，对，套到两岸的头上，今天只要套上，你动也没有关系，你跳也没有关系，你叫也没有关系，中国不在乎。中国在乎的是，因为你在打国际统战，这是从什么？周恩来开始的。周恩来就学动的，也就是周恩来做所有事情都是，只要我把框架跟这个所谓的紧箍咒弄到你的头上，你就是孙悟空，我就是如来佛，你再也逃不过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了。没错，这就是一个框架，把你镇住，把你框住。以前他们跟民进党政府要谈所谓的 CBMS 的时候，很简单，他说 CBMS 一系之间都可以搞定，都可以搞好。只要你民进党承认一个中国框架，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给你。对，那就是紧箍咒。对，所以2015年朱立伦回来之后没干这件事情，中间又历经了江启臣担任党主席，连贺电都不给他，后面还有这个朱立伦再回国当党主席也没做，现在好不容易郑丽文来了，所以郑丽文呢给他一个紧箍咒套到国民党身上，以后国民党的党主席全部都跑不掉了。而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我来讲那么敏感呢？因为2015年朱习会的时候，民进党党部就为了这事情召开紧急会议，中国部来讲的话就开始开会。
大家都在猜这个制度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猜是和平协议，有人猜是什么东西了。结果后来我直接去问北京的官员，北京官员说这个就是共产党要国民党把党章写进去9·2共识。现在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为什么呢？因为郑丽文现在就要落实2015年当时没有做到的事情。而且你也很可怕的是，你看到这半年以来。也就是说，现在川普开始去攻击委内瑞拉、攻击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中国在所谓的军武上面、军力上面，他没有办法去统治台湾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寄望什么？他曾最喜欢讲寄望广大的台湾同胞，他现在就希望支持他的那些台湾同胞做些事，所以就看到了马英九开始对于所谓的高市早苗介入台湾的事情，他开始反对，然后你就看到了萧旭晨开始谈1国2区，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所谓的郑丽文讲说一个中国是全世界的共识。这几段论完全都在中国框架里面，也是中国精准打击哪些政治人物要讲什么话，哪些人物你跟我中国之间的资金往来、友好关系，这些该用的时候，什么时间要用到，这些人都会起来帮中国共产党讲话。而且慧珍刚刚讲到的，中国现在对你的渗透可以是无所不入。今天刚刚讲的。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牛粪博士，他为什么抗议？吃了个牛粪，好不重要，他完全不重要。对，你现在在民进党内，你也是个匪谍，你也是个间谍，当然该办就办，该处理就处理。今天更清楚的是徐春英，更多的细节出来了，把我吓死了。他1个月2万5到3万就可以把它给卖了，然后他开始在台湾发展组织。那台湾发展组织的时候。他没有收入对，可他有10几个户头可以处理国内外的资金，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他户头里面进出居然有3000万。是我跟你讲哦，徐春英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家觉得说他真的可能是贤副命令在台湾发展这个组织。为什么？因为他在台湾没有任何收入，可是他竟然每个月从中国的一个社保基金，类似退休金，领多少呢？他说领6000到7000块的人民币啊，相当于台币大概也快了2万多哎。他说明一般的一个农民啊，才100多块、200块，怎么你一个徐春英会领到这么高的？那你领这个钱，那你说，这也才一两万块台币，人会为这个来卖吗？就发现不对劲哦，因为他这个短短的时间几年之内，他经手的钱，地下汇兑经手钱竟然快3000万，对啊，而且他说他是透过几种方式啊，他说他是透过小额分散多次的方式，把这个钱弄到台湾之后，再去干嘛？你这个社福基金需要我们斗内，我们陆配，我们中配，我们大家都同样都是台湾人，我来赞助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赞助一些团体。而且他还在台湾发展组织，你在台湾发展组织，你还要打入政治势力，而且当时还要他去特别接近黄珊珊。我跟你讲到黄珊珊这个很有趣，因为他们这个组织里面有另外一个刘女，结果呢，刘女啊还跟那个上面报告，跟那个北京那个报告，就说，这个徐春英啊，我们本来说好了是要挺蒋万安在上一次那个市长选举的时候，怎么徐春英啊跟黄珊珊啊越走越近，他还去打报告，就说徐春英同志怪怪，你知道吗？结果徐春英他就讲到说，他说我去接近民众党是经过北京同意的，北京认为不管真的，他讲的超级好笑，他说不管是蒋上还是黄上就黄珊珊上。北京都乐观其成他们都愿意。那好，他说为什么从本来支持蒋会变成支持黄珊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因为中共之所以主义黄珊珊，关键在于务实且弹性的政治底色就是很会换颜色，务实。且弹性的政治底色，对，然后还跟他说，他在担任副市长的，后来当然就协助他嘛，然后就变成副市长。他说难怪他当副市长之后多次去强调这个两岸交流啦，甚至什么双城论坛这个部分。可是你就知道，徐春英他当时要转向黄珊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他们认为国民党你拿进我中国共产党各种好处，你给的承诺都没有做拿钱不办事6年要6改4嘛。而且他们讲说，民众党很好利用，因为民众党比较弱，而且民众党刚比较在中间的色彩，比较在中间色彩的时候，让中国共产党比较有操作空间。而且重点是，他说民众党在以前董事长讲过较俗啦，你别国民党他大概那么多人弄这个这样，要来一下，要来更小他鬼，民众党小党。
党刚成立，草创，你只要给他个一点点哦，他就觉得就把你，所以嘛，从徐春英被抓了之后，变成李珍秀啊，哇，结果现在这个徐春英这个共谍一拉出来，归瓜呢。现在不是只有民进党，现在我跟你讲，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谁？是讲孙宪啊，孙宪。这个人，他说他是民革党的，也是我们廷辉才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民革党比共产党更厉害，他可以在台湾做到共产党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他们可能也有那一个国民党的 DNA 嘛，他们的民革党在早年的时候，最早的那个精神人物是精神领袖是谁？讲那个宋庆龄啊，所以就变成是说，而且这个孙宪啊，被人家发现他竟然从2004年。就在台湾哇！我就整理出来，我看到时候真的是昏倒他说全台走透透，你知道从哪里吗？台北、新北、新庄、汐止、基隆、桃园、新竹、台南、台东，甚至到金门，他都有高博然后还有谁啊？包括民生医院的院长杨文仁呐，还有宪兵退役中将的李祖仁呐，包括北翔科的科技的董事长陈清祥啊，还有台东啊、金门啊一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孙宪啊，在台湾布局已久20多年，而他们其实只差一步，什么一步呢？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支持人送到了立法院，把这个中配6改4的这件事情，这个捆龙锁给打开。好，所以吴董刚才讲到的。郑丽文本来说你现在可以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访问，你应该是意气风发，这个神采飞扬，他特别低调。然后呢，现在这个特别低调是怎样？难道现在你做的所作所为都在中国的考核范围内？虽然你最后可能会跟习近平见面，但是最后见面的规格、怎么样的方式，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吗？他没有改变，这个应该国台办已经定了他整个的规划跟这个整个行程了所以他关键是3个城市嘛一个上海、江苏嘛，然后北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想一下。他去上海干什么？去江苏干什么嘛？他会去中山陵吗？我不知道好像是要去叫中山陵如果去中山陵的话，那还稍微应该还稍微好看一点的，那风景很好了。但整个的概念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中央台报道。真的为了什么东西？他为了第一个就一个目的，巩固两岸关系，然后号称。对外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